大家好，我是散装草台班长的散装小王。这两天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讲的时候，我能明显感觉到他是又委屈又困惑，还有一点自尊心被伤到。她也是个上班的妈妈，工作特别努力，已经做到公司高层了，能力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她最近被一件事搞得很糟心。她儿子在私校读书，去年参加了一个足球班，因为他们家地理位置的原因，他们班基本上都是本土美国人，像我们这种移民家庭很少。去年足球班结束的时候，他还挺开心的，觉得跟几个妈妈相处的不错，就主动说，下学期如果你们报棒球班，记得叫上我一起啊。他是真的很想融入进去。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学校发邮件说棒球班报名快截止了。他愣了一下，怎么没有人告诉他呢？他就发短信问其中一个妈妈，对方回答说，我们家已经报了，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也报了，不好意思忘记告诉你了。这句话杀伤力还挺大的，不是说人家骂你，也不是说歧视你，就是你不在那个小群里。他跟我说的时候就说，为什么融入美国人这么难呢？我听完以后其实想了很久，先说结论吧。我觉得可以融入，但确实很难。首先我们得先问一句，你到底想融入什么？是融入美国这个国家，还是融入某一个本地中产家庭的小圈子？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所说的融入，其实指的是融入本地中产教育程度高的那种家庭圈层。为什么那么难？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这句话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重，但它讲的不是敌意，讲的是天然的心理距离。种族只是表面，真正难的是背后的东西，成长环境、教育方式、你的笑点、你的饮食、你的童年记忆、你的流行文化，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是一个人很深的底色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周末坐在孩子训练场边，你是想彻底放松，还是想提着一股劲儿去社交？说实话，如果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，如果我完全放松状态，那我大概率会更想跟华人或者其他移民聊天，因为不用解释背景，不用解释那些梗，也不用去翻译情绪。所以将心比心，本土的美国人是不是也一样呢？他们也没义务提着劲儿来社交。有时候这也不是歧视，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舒服区。但话说回来，是不是完全不可能融入呢？也不是。我想到一个例子，李承铉，他作为韩国人，却真的融入了中国的语境，不是表面礼貌，是那种很懂梗、懂情绪、懂微妙气氛的融入。为什么他可以呢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人，愿意吸收、愿意研究、愿意改变。融入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努力，是双向开放。如果双方都很守着自己的原生文化，那就很难；如果双方都很开放，那就有机会。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匹配度的问题。这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，一定要融入吗？在人类的历史上，群体很重要，抱团取暖才能活。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呀，你能自己挣钱，能自己生活，你不在某个圈子里也不会被饿死。而且过去工业时代，人际关系决定天花板，现在科技时代，能力决定空间。你看像比尔盖茨那种典型的技术性人格，小时候抱着电脑去童子军的那种，你说他社牛吗？也不见得。但他成功了吗？他成功了。所以不会社交不等于没前途。再说到孩子，很多家长拼命想融入，是怕孩子被边缘化。但是我见过太多这边的例子，父母是社牛，但孩子是社恐。父母可能英语都说不清楚，但孩子在学校如鱼得水。孩子有孩子自己的轨迹，我反而更希望我孩子学会的是一种自洽。有朋友很好，没有朋友也不焦虑，你不需要非要进入那种最酷的圈子。你想想美剧里那些啦啦队啊、橄榄队啊，当年是最风光的人，长大以后呢，圈子从来不等于幸福。如果我是我那个朋友，我会努力一次，如果发现对方没有那个意愿，那我就停了。不是说赌气，而是尊重现实。如果环境真的是移民比例比较低，那我甚至会考虑一个更平衡、更多元的社区，因为多元环境对孩子的身份认同更友好。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，很多人一聊到这种事情就会说是不是歧视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歧视一定存在。人的天性里面就有一种东西说我的是对的，你的是错的，或者更隐蔽一点，我的圈子是正常的，你的是有点奇怪的。这种东西不分国家，不分民族。我在美国这么多年，说实话，明面上那种赤裸裸的歧视我还真没有遇到过，没有人当面会骂你啊、羞辱你啊那种。但是微妙的暗地里的距离感是能感觉到的，就是那种我们不是一类人这种感觉。但这个东西吧，说实话很难改变，因为这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，更多的是人性的问题。我小时候在重庆长大，
主城区的小孩都会笑话非主城区的小孩子的口音。长大了，大家变文明了，不会明说了，但心里的优越感可能还在。你说这算不算歧视？但它几乎是人类默认的设置。但是你说主城区的重庆话就一定比非主城区的重庆话标准吗？没有人可以肯定啊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。所以我对这种事情的态度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，如果是明面上的歧视，明摆着排挤你，话都说出来了，那就得硬刚，人活一口气。但如果对方没有明说，只是没有把你当自己人，只是没有主动拉你进小群，就不要过度解读了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你天天去琢磨他是不是看不起我呀，是不是因为我是移民，是不是因为肤色，是不是因为我英语有口音，你越想越难受，而且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答案。有些门关上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只是因为那不是给你开的门。我们可以承认歧视的存在，但不要把自己困在我要证明给你看的那种情绪里，那样太累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